大家好，我是九哥，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有关房地产的事情。今天这件事情呢，还真的是发生在我们门店的一位员工。他是这样子的，他之前呢是做金融的，她老公呢就是做这个二手车买卖的。他应该零几年和19年的时候，他应该赚了一点钱，然后在广州佛山这边也是买了一些房子。他们家现在处于一个经济危机状态，这2年她老公开的那个二手店呢，生意一直都不好，这个收入就不稳定。之前他们购买了一些房子的一个房贷一直都没有还清，那现在这个收入已经下降了，这个月供就供不起了。他们两公婆呢，就是想方设法如何避免这个房子被法拍。那我们这位同事呢，他现在就是想避开这个问题，今天就找到我们这边的一些人去咨询，她想跟她老公做离婚。现在很多人是为了避坑他们都是做了这个假离婚这个方案，走这条路。目前有一批家庭现在都已被迫进入了困境，面临着一个非常艰难的选题，是断供呢，还是继续还贷？如果说选择继续还贷吧，被裁员失业，没有了收入；如果说断供呢，又会将自己成为一个失信的人，真的是进退两难我们来打个比方吧，我们随便用一套150万的房子来当做比例。首先，我们首付是50万，贷款100万，房贷呢是30年。那么这30年本金加利息我们差不多要还到150万。等你房子成交成功后呢，你每个月就要几千的开始还这个房贷了，还了2-3年之后，你现在还不起了，要断供了，那么咱们带你去银行算账，这几年还掉的都是利息，本金这100万呢还是躺在银行，就像睡着了一样，没有动过了。那如果说你现在断供了是吧，银行就会直接查封法拍。问题是现在的房价下跌，法拍可能你的房子就拍不到100万了，可能只有80万，也有可能是60万，拍卖的钱呢都不够你还银行的那100万的。除去还款后自己之前交的50万的首付没有了不说还有到期这2-3年还的月供几十万，这全部都打水漂了。这真的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，随便选哪一条路都是没有出路。这个时候呢，有一些人就会千方百计的想出了一些办法，就是他们要做一些技术性的问题，就是和老婆假离婚，就是把房子过户，然后再抵押给另外一方，这样子就是算这个房子断供了，那银行回收是吧？这个房子也是拍不了的，因为呢牵扯到这个债务的问题，法院是判不了的。这样子老婆孩子还不会成为失信人。当然了，还有一部分人他们就会咬牙，反正房子已经买了，不管房子今天是涨还是跌，自己不卖，反正都是自己住的，咬牙就供着吧。这一部分人呢，相对来说是收入比较高的，生活比较稳定的。还有一部分人呢，就是什么人呢？就是目前失业的，他们没有工作嘛，他不是不想供，是供不起了，现在没有收入了，根本就还不了这个债。这一批人呢，有可能是之前和这个家居建材有沾边的人，因为之前他们生意非常好，资金充足，房价也是一直上升嘛，他就想着在房子里面好好赚一笔钱，跟着这些炒房客做起了房子的买卖。现在房价一跌，他们也是跟着完蛋的。也有一些人呢，他是改善性住房，一户有2套房子，看了现在房价下跌了，就想出手把它卖掉一套，但是呢他们已经卖得太晚了，现在就是亏本，也没人去接受了。现在的数据出来了很明显的，在全国有这个6亿栋房子，但是呢人口才有14亿，所以说中国的房产已经是严重的过剩的。这些过剩的房子呢，专家他们难道就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吗？其实他们早就发现了，之所以没有人去控制，就是因为房价不断的在上涨，对他们来说资产实在是太大了，谁都想赚到最后一笔。因为高峰期的房价
就像飞速一样哗哗哗的往上涨。明明最近才是4000块钱的，一下子就涨到了6000，再过一会就8000，然后就到1万块钱了。他们也希望自己一起赚这个钱，包括一些当地也是一样的开发商，一直把这个房价往上推。所以大家都说这个许家印啊，这种人是最聪明的。他把钱拿到了，他就不去盖房子，先把钱分完了再说，把钱弄到自己的口袋里面，然后呢，他就根本就不想去管了。当年要是涨价的时候啊，政府是可以控制住的，采取一些不准购买的措施啊，还有就是如果说谁涨价，就取消你这个开发商的资格，坚持控制你不能把房价卖高，也就是控制了每个人只能卖1套房，超过2套就会限制，这样房价就不会涨到这么高嘛。只要房价不涨，那市场形势就不会这么严峻，可能更不会出现目前社会的一系列的问题。现在好了，涨价能控制的人没人出来控制，现在降价了反而出来控制，你觉得他们能控制住吗？就算你控制住的也好啊，人们不买了，有价无市，也只是多了一个笑话嘛。那现在呢，不是说你控不控制的问题，现在是降到了2/3，保留1/3的价格都没有成交量。其实呢，很多地方都已经公布出来了，更多的是房子是在谁手里面呢？在这一批投资客和各地的城投公司的手里。所以说现在他们多砸在手里。今年很多这些房地产啊都没有开工了，包括农民工啊，现在也学聪明了，他们现在都已经发现了房价的一个严重性嘛。他们呢，有些工地干活的就必须是现结，如果说干了1天活，哪一天不结账的话，他们明天就打包走人了。房子这个事情，我觉得还是要找价格的，找铺面越好的，铺面好了就没有这个房产的压力嘛。只要没压力，人们呢就会大大的消费嘛，年轻人呢也会结婚，生育和各方面都会提高。之前嘛上车的这一批人呢，他们已经上当了，希望下一批年轻人就不要再上当了。揭不开锅的日子不好过，像之前那些贷款30年的房贷的人，他们已经吃了大亏了。只要百姓没有钱，你们谁都不要想有钱。只要百姓有了钱，才有人去消费，市场的活跃度才会有提高，城市人流才会大。希望呢，国家早点出政策，早点把房价调到合理的价位，让农民们能买得起房子。因为全国的富人只是有一部分，穷人才是大群体。今天的影片我就分享到这里。